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、更稳更清晰的 OPPO Reno2 冠名播出。案情高能到手抖，稳定拍摄靠 Reno。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2 独家冠名播出。抖音越玩越嗨，办案脑洞大开。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。扭一扭，舔一舔，泡一泡，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。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。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，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，分别有侦探、嫌疑人、真凶3种身份。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，只有真凶可以说谎，只有找到真凶，玩家才获胜。游戏设置侦探酬金，每期抽取角色卡时，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。如果真凶逃脱，则真凶获胜，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。如果抓住真凶，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。侦探若2次都投对，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，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。今天是我们店庆的日子。老板，晶晶姑娘死了。死者甄晶晶是餐厅的前台收银员。五指沙漠惊现月光宝石，在晶晶手里。悟空确诊了一种罕见绝症，仅剩1年的寿命，手术费用1000万。那你就是要卖那个石头。我是守护者，就是要守护月光宝石。此物蕴含重返过往之神秘力量，穿梭。目前已知呢，孩儿是为了找妈妈，萨萨的你也在找月光宝石，回到过去弥补自己的错误。我呢，我就是对宝石感兴趣。我接到了财务给我高温补贴申请书，要求要用专用笔来填写，专用笔是它。我可能参与了某个莫名其妙的仪式。盘丝洞的壁画照片上写着，月牙笔有重置时光的功能。抢走月牙笔的 X 就在餐厅里，只要晶晶知道时间到了12月6号，证明有一个人没用。我相信他就是 X。 X 的目的是破局，在11点的时候盯紧甄晶晶找回宝石，他的目的还是要拿石头，他不是为了杀人。可是在那之前就已经有人把甄晶晶给杀了，所以 X 不见得是凶手。X 是谁？凶手又到底是谁？我现在还是比较怀疑何大厨，因为所有人的动机都很明显，对，但是只有何大厨说自己只是对这个石头感兴趣，而且他跟这个郝教授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应该后面还会有动机，对，所以先投他吧，因为他的感觉嫌疑最小。那我们就选你了，就你了。那我们继续搜证吧。老板，我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，心里觉得没有底儿。但是我觉得之前有很多锁着的小盒都没有打开。是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，也是唯一能做的，打开盒子，就是打开所有的盒子，好，来探索其中的奥妙。那我们就先去萨摩老师的房子吧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他需要这个石头和月牙笔最迫切。啊，因为他很想要挽回他的爱人。我先试一下0214，不是0214。他很想要挽回他的爱人，只是为了回到铁扇身边。哎，妈妈的生日是哪天？我母亲的生日0909。打开了吧？现在这一箱子都是什么呀？都是啊。
水壶。我洛阳铲。五指沙漠。讲一讲。哎，这还有这个呢。虽然你只留下了这个，但我一定要找出你究竟是谁，为我老公报仇。是你吗 ？X， 什么东西？这是你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请给我解释一下。你好好解释一下。一个人只要他发挥了他的作用，就哪怕他是一张餐巾纸，是一个短裤头，他都是有价值。那你是短裤头还是餐巾纸？这个电脑我之前用了很多的方式，没有打开。去打开。你在这儿呢，我的朋友。小甜甜也不对，这个我想试一下铁扇。铁扇教授，啊，对了，打开之后，我的小甜甜给他发的一个照片，这个照片是用荧光照耀扇子，上面写的留给我的牛魔王的一封小纸条。我的牛魔王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我们家族有个传家宝，是一个圆形的宝石，据说里面的力量很神秘，可以回到过去。要是我能用的话，我希望回到再早些时候，早点在五指沙漠遇见你，爱你的铁扇。再看看论坛，就是他本来想买，就是他知道这宝石在晶晶这儿，他知道宝石在晶晶那儿，而且知道这件事情。我是提早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宝石，然后在1年前，我终于发现，确实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叫盘丝洞，而且里面有一块宝石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我能找到这块宝石，我就能回到当年离开铁扇的那个错误的日子，纠正这一切，前往沙漠，自己独自一人在风雪中苦苦追寻。终于有一天，发现了盘丝洞，那场不期而遇的流沙到来了。跟随着流沙，我进入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盘丝洞。我在盘丝洞里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，就是在12月5号的0点，今年的12月5号吗？去年18年。当我走到了一条通道，被落石挡住的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了石头后面有人求救的声音，但因为石头太多，我看不见这个人是谁。然后我就把这张餐巾纸从那个石头缝塞进去，他就把整个过程，包括月牙笔的使用方法，全都写给我。然后他跟月牙笔一块儿把这张餐巾纸递了出来，说：“请救救我们，因为我们2个人已经把2次重置时间的机会都用完了，但是仍然没能找到正确的出口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能走进来，证明你这条路是通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是有可能设置到落石之前的时间，把我们引出来，把我们带出去。结果我拿到了月牙笔之后，突然一想，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东西吗？我只要再找到另外一块，我就可以回到任意一个时间。但是我如果现在用了这个机会去救他们，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到以前了，我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铁扇了。你就是那个背信弃义的骗子。他拿到月牙笔之后说对不起，然后他就消失了，我和师娘只能死在这里了。谁知道那铁扇就在石头后面？为什么不做一个善良的人？你看过一个电影叫《蜘蛛侠》吗？没有。
当那个年轻人把那个劫匪从电梯里让过去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件事儿跟我无关，但是他能知道几分钟以后这个劫匪会杀掉他的养父吗？人永远会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做出一些你自认为正确的选择，但你能预料到后果吗？你能让时间倒回去吗？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寓意啊！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能够那么准确的话，都能那么正确的话，大家都那么着急想回到过去干嘛？我这一生中犯下的那个错，也许比我想的还要大。我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铁扇。我们就不问你后不后悔了，但是现在确认你就是 X， 对不对？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，对吧？对呀、早知道他就在那石头后面，我把他救出来，什么都完了。这么多金属了，我们一家3口就可以团圆了。现在能叫出爸爸了吗？爸，抱一个，来，哎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的孩儿，不可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，我的孩儿，不可。有一个哪吒给你当儿子。都说了是红孩儿。咱们家以后不用煤气了，你可以喷我。太烦人了。那很多事情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所以我就带着那个月光笔，想回到我们的餐厅，然后找机会再去找另外一块石头。回来之后，我就发现笔失踪了。我不知道笔去了哪儿，我发了疯一样的到处找，我以为是掉在路上了，所以我在网上进行了大量的查询。那请问，除了论坛里面石头姑给你的一个信息，告诉你这个宝石现在在真晶晶那儿，你有得到任何关于月牙笔的消息吗？哎，反正我2个都要，肯定是2个都要。对，所以那个表和那个撕在那儿的信都是你扔在那儿的。对。你看到这封信？我看到这封信了，因为我就开始紧盯着真晶晶嘛。在我跟踪他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这封信。我发现的时候，前面3个名字就已经不见了，但我知道我和荣是排在倒数2个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只要把锅甩给前面任何一个人，对吧？我的计划是在我之前，这个测试就结束了。有2封邀约信，是我从同一个人那儿拿的。因为我的计划是我不需要把所有人信拿走，因为我知道你们3个肯定是前3位，对吧？我只要拿你们3个当中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谁排1，谁排2，谁排3。对，所以我只需要不停地拿一个人的信，总会轮到他，至少到第3个就会轮到他，对吧？所以还没有到我那个时候，测试就会结束。就是有一个人拿的无非就是我俩。对，因为我的信在哪？他的信在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12月6号，对，也就是说12月5号的测试已经结束了。所以我的计划是今天中午11点，我要跟着晶晶，看他去找那个被甩了锅的 X， 然后去干掉那个 X， 我趁机把石头拿回来。但是没想到10点钟他挂了。我们搜证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要伤害我们的 Reno 2，案情高能到手抖，稳定拍摄靠 Reno。你要想探案，你就得有神气，神气一点。就这一块儿，对，哎呀，收他。这儿，哎呀，这里有一个东西，这里有一个，这有一个日历，日历上写的，我昨天就觉得他怪怪的，难道是跟我一样的情况？半夜11点半，他背着行囊消失在了这片沙漠，他要干嘛？
核出来再回来，溶液出来再回去，他们又在干嘛呢？这是12月5号的一天的日历。哪一年2019年，今年。今年这是昨天昨天的某一个昨天的。某一个昨天的。这里有一个日历，我知道这是谁写的，这谁写的？因为我在桌子上看到过一个这样子的日历，然后是6号，是他的。这是你写的吗？是我写的。这是你写的。他的屋里有一个日历牌，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。为什么我把这个5号撕下来了？因为这个5号在我的记忆中，它已经过去了一天。你重复过了。这一天是我在我的第2个12月5号写下来的。就是你发现重置了是吧？也就是说，我可以断定你们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12月5号发生的事情，除了我。然后我说的是，昨天我就觉得它怪怪的，是因为昨天也在我，就是在我第一次过12月5号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孙悟空在自己的房间里念叨了一下，他拿那封信说，怎么甄晶晶又来约我？又来？他不应该记得呀。我不记得啊。那你怎么会说又呢？我的第2天，那是我的第2天，他设置的，但是他的是第1天。他现在肯定不记得了，他现在不记得了，现在肯定不知道了。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在我这儿已经我重置了嘛。因为你现在是最后一个。对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对，所以你们都不知道。再理一下，再理一下，再理一下，谁是第一个？你是第一个。不是，我是第一个，但我是他前面的一个，我是第2个。你看那个顺序啊，你是第1个，我是第2个，他是第3个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现场实验。你比如说，你正常的12月5号就是要12月5号，然后在那天晚上，在那天的下午签了字，再来在那天的下午你先签了，再来一天，所以到12月6号的时候，时间咚跳回到12月5号 A。所以你是记得12月5号和12月5号 A 的，但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，我们只记得12月5号 A， 什么都不知道。到了12月5号 A 的下午，我也写了一下，他又写了，再来一天。然后到了那天晚上12点，噔，时间跳回到12月5号 B。所以他是最后一个使用的，所以我最后一次使用的。然后你们所有人的记忆就是现在12月5号的最更新的那个12月5号的记忆，然后再往前就全都不知道了，只知道一天。起码现在我们能得到这一个。等于大家我们都知道是昨天我们经历那个12月5号，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顺序是这样，你应该是第1个，在晶晶的那个节目单上，你是第1个出场，你是第2个，他是第3个。12月4号，晶晶准备好了备忘录，准备开始执行他的计划。12月4号晚上，晶晶睡着了。到了12月5号，他醒过来，但他并不知道这个12月5号是哪一个，所以他2点钟要去等，因为他看到备忘录写着12月5号下午2点，他要去等。如果没人来，那他知道这个12月5号是正常的12月5号，没有经过任何重设的，所以3点钟信送到了，4点钟财务从你开始签字，你签完字以后，时间继续流动。到了晚上12点，噔，时间跳回到5号，你设置的12月5号。晶晶醒过来一看备忘录12月5号，他又得去等2点钟，见到了我，你来了，于是他就通知财务把笔给第2个人，对，就是勋，财务把笔给了你，写了之后到晚上12点，时间噔跳回到你设置的那个12月5号，他又去等，见到了你，把你也删掉了，跟财务指示说，请把笔给下一个，给下一个。时间噔跳回到你设置的那个12月5号，他又得去等2点钟，但这个时候2天我把你的信都拿走了，一次一次拿，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顺序，谁是1，谁是2，谁是3，我只是随便找一个人，不断拿他的。为什么找他呢？他的房间离我的近，尽管你的房间就在我隔壁，但因为我们俩关系不好，所以我就找他。偷他的信，所以我都没有收到，我一次都没有收到，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到信，所以当晶晶发现没人来的时候，他又以为游戏没开始呢，所以就把笔又给回到了何。
我是第2次用这个笔，这个笔已经不会再生效了，时间还是很自然的到了6号，所以他很自然认为他记得昨天是把笔给的我，对于是我成了 X，我差点就死了，被杀的。所以今天本来11点钟该死的是你，对，所以你某种情况下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我非常有可能是凶手，因为我是最危你险的。抢在他干掉你之前。但是说句实话，你是才理清楚。我说句实话，我是经过刚才理了半天，我才听懂这件事情。但你也可能是演的呀，你演技也是高啊。对呀，对呀。那搜证吧，继续。你要搜我，有一动机。哎，注意点，往哪摸呢？哎，你手机呢？掉鞋里了。你真的，你太恶心了。哎，手给。哎，那你怎么能看人视频呢？这不是视频，这是抖音。抖音，你发表在抖音。12月3号，12月3号，相守一生。12月3号相守一生，意思是你有办法，不是他觉得他有办法可以活下去了。你先说，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兑现承诺，跟他相守一生？我还不能说。那继续去找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还有哪有箱子没开的？悟空的房间发现了一个锁箱。哦，在这儿，有，这里有个箱子，开看，我们开过吗？没有。2019年12月3号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我加你就是最甜蜜的数字。我加你就是。我加你就是最甜蜜的数字。我加你。你的生日加他的生日。4月12。 6月3。4月12加6月3。10。是1015。嗯。开了。哇！哇，你真聪明啊！ MG 国家地理。哦，他看到了，他拍到了甄晶晶拿着这个长夜漫漫无情睡眠，原来你也睡不着，我想要的仅此而已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明白了，你就是想偷石头卖了是吧？嘿嘿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我？你说的对呀、还能想出什么高招？我就是想，看着他的石头，我觉得值1000万，我眼看要死了，我说不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终于看有一天，然后我就挖石头，我就开始挖，你看我就是找了一堆石头，完了看一看，看完都不是，都不是那宝石。我突然间我就回首，哇，哎，在那儿呢！梦里寻他千百度，我就看见这石头了。我看12月3号看石头，我说那不行啊，那我得把这石头占为己有啊，对不对？我得把它弄好，然后我就想要找一天我就去看看他，找好下家了吗？兴奋的。 所以你就杀了他吗？今天没有，我去的时候已经石头是你拿走，他已经完事儿了，石头也不见了。对，但我去的时间大概是，我们是10点闭店哈，我有可能是11点去的。昨天晚上11点他就死了。对，11点你去了哪？昨天晚上11点我就出去，我就看，我就到那儿完就那样了已经。搜身。哎 我这没有，哎呀，这抽没有。在哪儿？说。我身上没有，你得找。还是你能再放的？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何处？是否一切都挺好，把我抛在脑后？老吉他打不开，不是这个箱子吧？ 比这锁小一点。这个吗？
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开了。这是洛阳铲吗？这什么？还有这你到哎鼓。考古教授发现了盘丝，发现厨房中发现的照片，同一枚石头。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鼓？他就是好古。我是一个考古家。考古同学害死了我的母亲。我真的不是我害死的你的母亲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说害死母亲的时候，他那么义正言辞。我不是义正言辞，我觉得我做的是科考，而且我真的是因为莫名其妙的掉到一个沙坑里面，才发现了所谓的这个盘丝古洞。哎，这里有钥匙。邀请函，一个被撕掉的邀请函。69年 M 市第一届考古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把它撕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在这已经待了1年，我不但是在这里打工做饭，但我更重要的就是要再一次有机会找到新的发现，不是新的发现，我真发现过这个月光宝石，只是因为我根本没来得及碰它，我看到它就被流沙带走了。我发表了这个言论之后，很多人都在找这个，但是他们没有找到，甚至有人只身前往。然后遇难了之后，他们就说我是骗子，有人给我写了血书，说我在造谣，在论坛上公开了我的地址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必须隐姓埋名到这里来。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好古？我换了一个名字叫何大厨，就是因为他追杀你，我怕别人追杀我。另外，我隐姓埋名就是要找回到这个月光宝石，证明我没有撒谎。我撕掉的这个本来是考古大会过几天就要召开了，我本来觉得我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燃起了希望，我就把它拼起来了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这儿有一个手机。你是白天颠勺，晚上铲土。密码。密码。古叫考古。考古。好古。他在论坛上，他网上已经被人肉了，然后找到他的地方了，所以他隐姓埋名躲在这儿了。第二个照片是我的月光宝石就是我的试金石，这个事情不能有任何人知道，在此之前你一定要替我保密，等你的消息。谁呀？甄晶晶给他写的，不是甄晶晶给我写的，这是我拍的。我前天发现甄晶晶在偷偷摸摸的写什么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她在写这个，我就把它拍下来了。我知道宝石在晶晶那儿。所以你不知道他今天要杀你？我当然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。我是计划当中唯一一个不断的在用这个笔写的人。没有那么迫切。那搜证吧，继续。他有。爷爷，不愧是超防抖的 OPPO 什么 Reno 2 Reno 2拍摄的视频，边走边拍都这么清晰。哇，有视频，本地发送。爷爷，我看到月光宝石了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回来。那12月3号看到月光宝石了，就你也知道，对，你也知道是所有人都知道宝石在他那儿。我看见晶晶拿着。哦，他看着拿那人走呢，他有点过于招摇了。哇，好稳呐，拍的，这是用什么拍的？怎么这么稳有啊 OPPO？Reno。我就看见，就是我12月3号看见了他。对，我回来就是我要一直去找东西，然后在我回来的路上呢，就看到了他，然后一眼我就看到了他手上的那个，就他手里拿的这个月光宝石吗？对，我很确定是，所以我就赶紧拍了一个视频给我爷爷，因为我是守护者。在我的感觉当中，这个事情只有爷爷知道，然后被发现了这个事情。所以你决定怎么样呢？
我就把这个东西拍下来跟爷爷说，爷爷我终于找到了。他说那你一定要把它想办法把它拿到。我就想去跟他搭讪，想去问，想去套他的话，但是他非常快的就把那个东西藏了就。是指当天吗？12月3号。对，我拍的视频的时候，拍完了之后我就想跟他讲。搜身，不，我这儿，我这没有，我在我鞋里呢，我得够一下。哎，朋友们都藏在鞋里了。臭不要。这里有个箱子。这个箱子它有钥匙，打开。哇塞！我的个天！有必要吗？这是拼音锁。这个锁是我妈留给我的，但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打开过。有3把锁，应该是铁扇公主。我的小甜甜，那年情人节一别，我的世界再也不甜。这首歌叫做小甜甜。我爸称我妈为小甜甜。对，第一个是小。打开了，小甜甜。看来我妈临死前还是爱我亲生父亲的。对，所以留的小甜甜嘛。执迷不悔。哟，哇，这是我妈留给我的。什么呀？碎片？这碎片是墙上下来的。还有一个照片。对，壁画上的字儿。将月牙笔放进黑色原石中，就可以任意设置日期。某想改变过去的荣家传人。它是抠下来了一块，是不是啊？它应该上面还有其他信息，赶紧有没有？哎，我们现场有那个这个相关的专家吗？要说有，就是考古教授。我试试看有什么东西。哎，我这里有一个考古专用的修复液，肯定是这玩意儿。不是，是我这个笔。你刷完我的照，我就是他刷出来。哇！找多么希望，我多么希望，我多么希望，我多么希望。那句话什么？那个石头和笔是吧？我多么希望将月牙笔放入黑色原石中，就可以重置任意时间了。这个等于把一个否变成了一个是。本来是这个事情不是做不到的，他把多么希望扣掉，就是让人你以为是，其实是不能重置时间的。对，它只可以重置。所以这就说明了晶晶也失败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根本没有这回事。等于大家忙了半天找的这个石头一点用都没有。勋是为了钱，因为要救命。荣呢是为了可以守护家族，同时呢对他性命相关。我呢就是要找回到这个月光宝石，证明我没有撒谎。孩儿是为了找妈妈，甚至还有可能把爸爸带回来。下面就是萨萨。如果我能找到这块宝石，我就能回到当年离开铁扇的那个错误的日子，纠正这一切，让我的人生重新回到我所期望的那条轨道上。如果现在用了这个机会去救他们，我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铁扇。早知道他就在那石头后面，我把他救出来，什么都完了。人永远会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做出一些你自认为正确的选择，但你能预料到后果吗？你能让时间倒回去吗？
好悲催啊！为了这样子的一个，那这个钥匙是开什么锁的呢？再找找看，肯定还有。好心酸，好心酸。哎，这里啊，有什么？这里有一个。哦，今天整个是一个开箱大会哈。啊，月光宝石在他这儿。见证奇迹了。他为什么拿这个3号？我也发现了。那你这哪来的呢？然后其实呢，这个是首先我发现了他鬼祟祟的拿着一块石头，然后我知道这是月光宝石，所以我首先对他产生了怀疑。我的第一个12月5号的时候晚上，然后我发现他惨死在了前台。你也看到他死了？昨天晚上11点他就死了。对，所以他死了很多次。对。他旁边呢有一个保险箱，保险箱被打开了，里面是空的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？所以我下意识认为里面的宝石被别人抢走了，有可能是被凶手抢走了，所以我很垂头丧气。当晚我就出去一个人散步，首先我看到你背着一个东西，然后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这里，然后我又看到何还有荣先后出去，然后我回来了。 5号。对，在5号，我的第一个5号，我的第一个5号出去过啊。你肯定不记得了，因为是我的第一个5号。你的第一个5号我出去了吗？你出去了。不管第几个5号，我都没有出去过呀。因为你不记得了，我也不记得。所以当天我很沮丧，但当天我收到了一个财务给我那个高温补贴，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补贴是用来做什么的，所以其实当天我填了那个东西，然后当晚就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，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经历的一切事情都一模一样。对，因为你是重置者，对，你没有。然后我尤其的关注了一下甄晶晶，她居然没有死，所以我意识到了好像重复了一天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她上了密码的这个箱子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宝石就在里面，所以我想趁她晚上案发之前，先把宝石拿走。我趁大家午休的时候，2点到4点，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二个12月5号，也就是昨天。我去试了那个密码，因为上面有3个印记，然后是一个2，一个3，一个7，然后我试了几遍之后，试出了最后是3721，然后我打开这个箱子，然后就把这个宝石拿了回来。然后我又想起昨天真写给勋的那封信，想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。得手看完以后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别的内容，就随便把它给扔了。然后你把他杀了，把月光宝石抢走了。其实我杀他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我要的只是月光宝石。有道理。我只为了，在我的概念里，只要有他的话，我有可能通过他带回我妈和我爸，所以我杀他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觉得我们还缺东西，我们再找找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有用。哎，哇，好多钱啊 ！Money， 好多钱。钱，这就是抢的保险柜里的钱吗？慢点。前台每日工作，收银，回房间拿印章、算账、盖章。每天使用保险柜后，请务必清除指纹痕迹。这是10点半他会清除，
10点半将账本放入保险柜，印章带回房间独立保管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死亡时间是在10点半以前。因为10点半的时候他会清理指纹，等于这是真的是有一个小偷把他所有东西偷出来了，所以这是凶器，肯定还有这个砸了他的头，对，这凶器找到了。有人说谎，怎么呢？红孩儿，你在说谎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在这画了2个圈？22点半将账本放入保险柜，他根本不用自己打开保险柜。22点半，晶晶会自己打开保险柜，因为他要放账本。所以他只需要在22点半等晶晶打开保险柜的那一刹那，他把他砸死。保险柜已经是开的，他根本不用试。我在第2天是没有痕迹的，是因为我在第一个12月5号发现了痕迹，这上面有3个印记，那个时候人已经死了。他是前一天死的那个第一次死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印记，他记住了这个印子。然后第2天的时候，他因为他重置了，所以他能记住。对，因为他记得第2天的记，他第2天虽然保险柜上面没有印记，但是中午的时候他可以拿走。第2天保险柜是完好无损。我倾向于他没有撒这个谎，因为如果这个谎撒的话，太那个了。侦探，为什么他会记得我们3个看到我们3个去了又回来？因为这个单子上写的特别清楚，他把它记下来，这一定不是撒谎。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不记得了？但是第1晚你们出去了，第2晚按理说应该出去吗？如果说时间轮回的话，第1晚我们为啥出去呢？第2晚我们肯定没出去，因为第2晚如果你们都不记得，会记得。对啊，是第1晚我们不记得了。所以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们第1晚要出去，第2晚你们又不出去了呢？集中讨论吧，来吧，集中讨论吧。证据我们已经找得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一头雾水。用成语，这个绞尽脑汁。还是想不出来最后的答案，所以我们还是挨个发一下言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说一下，我觉得矛盾的焦点在哪里？首先我们不要再去纠结几个5号的事情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确定现在只有一个人有2个5号，就是侯孩儿。你再具体说一下你5号第1天。刚刚有一个时间线有一点含糊，然后我在这儿重新再说一遍。首先我是在12月5号。我收到了财务给我的高温补贴，当我把它写完的时候，晚上10点50的时候，我刚把高温补贴放到了信箱，然后在前台就发现了他死亡的这件事情，也就是我的第1次12月5号发现了他的第1次死亡。当时我就赶紧想看看这个保险柜里到底有没有月光宝石，结果已经打开了，结果发现已经被打开了，空了，然后并且有3个地方被按了印记，红色的印记。然后我出门的时候，我撞到他背着一个行囊，刚好往外走。孙悟空出去的时候是11点半。先是我看到大勋一个人背着行囊往外走，然后看到了你出去了，然后看到了荣出去了，然后再看到了何回来了，又看到了荣回来了。勋回来了吗？勋没有回来。这是他的第1个5号的记忆。第2个5号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他在晶晶倒地，宝石被拿走之前，他中午的时候记得那3个印记，他打开密码箱拿走了这个宝石。然而，依然晚上的时候，晶晶还是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前一天我们3个都出去了，但是昨天我们都不记得我们出去了。那么这里面就一定发生了一些跟前一天的故事不一样的变化。第2个晚上你看到了什么了呢？他宝石拿到了，他就不会去看了，因为已经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，因为我已经得到可以复活我父母的东西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一件什么事情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排除2个人，一个是丧，另外一个是他。于是只剩下我们仨。对，我们仨当中有人做了一件事情，
这个人呢，应该是在不断重复的这5号，他都要去杀晶晶。然后就是第一个5号，我们出去了，只有我们俩回来了，应该是没有所得，所以我们回来了。这个人其实是拿走了宝石的，谁得手谁就会跑吧。有一个可能是勋，就第一个5号的时候，他杀掉晶晶，拿走了宝石。后来我们发现宝石不在，我们追出去，后来没有找到，我们回来了，这是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不是勋，是荣。第一，你有这个动机；另外一点，就是昨天的5号和第一个5号可能都是你杀的。但是你要注意一点，我的所有的目的是宝石。如果我没有得手宝石，我怎么会去杀晶晶呢？所以你不见得没得手啊。我得手我就跑了呀。你不能跑啊，因为你现在没得手啊，因为今天的宝石中午已经被他拿走了。你杀掉晶晶的时候才发现宝石不在那个箱子里面了。都有可能。我觉得也并不见得能够就认定是大勋，因为他俩是爱人的关系。对，对他来讲，他不但能够救男朋友的命，也能够救自己的命。但是在我这儿看，他的嫌疑是最大的，但是你也有嫌疑。因为你的动机太不明确了，我就根本不可能去杀这个人。首先，这个包裹呢肯定是凶手埋的，因为这里面有凶器、有血迹，也就是说他是昨天10点半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埋在这儿的。因为你们都不记得前天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凶手一定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就算他不记得他第一个5号是怎么杀的，他昨天也记得，因为他每个5号都会杀。还有前天和昨天发生的不同的事情，因为勋如果是前天他拿走了宝石，这个东西怎么解释？昨天一定是又有人偷了这个埋在这了。我们可以这么想，你确认你在第一个5号看见他们3个出去，但是你撞见了他们2个回来，却没有撞见他回来，对吗？对，他没有回来。所以如果按照刚才荣的说法，拿到宝石的人是不会回来，因为他要出去把宝石处理掉。但是他背着宝石跑到0点的时候，突然醒过来，又回到这儿了。对，又回到这儿了。他以为又是个新的5号，他又要执行这个计划，他当天还要杀人。但他杀完之后发现宝石不见了，所以他这一次没有办法背着包袱再跑，他就把包袱埋在这儿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。现在所有的嫌疑很明显指向的是我，关键是我有很多地方我不知道他几点开保险柜，我不知道几点应该砸他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第一个晚上，只有经历过2个晚上的人才有准确的信息知道几点来砸他，因为只有经历过2个的人才会知道。可是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啊。那你现在能证实的就是树下，因为我第一天晚上拿到石头了，我就跑了；第2天晚上没拿到石头，我就在这儿，对吧？对。那现在就是我可以投票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他的怀疑我们几乎可以排除。我觉得主要是现在是你们俩。我觉得还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悟空到底为什么走？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有2种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拿着石头跑，可能你要去卖石头。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病没有办法救了，你又知道这个石头有很多人要用，要害他的命，所以你可以跟这个石头一起消失。但是我没有任何记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我的，所以如果这个就是最关键的线索的话，那一定是我，因为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跑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勋走并不是因为他要拿走石头，我觉得这个指向性有点太明显了。我也有，就是他又要死，然后他又把人杀了，又得手了石头，那就没有其他人，就只有你了，对吧？
所以我觉得你到底为什么走还是一个问号。我也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那天晚上离开，你是有2天记忆的，第1天是循规蹈矩一直往下走的，对吧？等到他第2天，你也会有所发现。第2天为什么跟第1天一样？你跟他是一样的。如果他身上的事情能够解得通，那你身上的事情也解得通。第1天晶晶死了，第2天他晚上就不会看到晶晶死。要不然你是侦探呢？我们来推测一下作案可能性，看看谁更合理。因为刚才他说完之后，我发现侯海二有一个当凶手的最大的优势是，有这家店。如果有人接盘，这个店我可以白送。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就是这3位，对吧？这3位里佼佼者呢？那就非你莫属了。你是真不着急啊？投票吧。可以。好。首先呢，通过剧情把 X 排除了，然后我自己也不是凶手，剩下的目标只有何、勋还有荣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过了2遍12月5日。第一个12月5日的晚上，我看到了死者的这个死因，包括他的死状，和12月6号一早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可以断定凶手肯定在这2天是同一个人。而我在这2天发现勋的状态却是不一样的。第1天，他一个人逃跑了却没有回来，而第2天他并没有任何异常，所以我觉得他并不像是凶手。然后又因为何一直在把自己的嫌疑撇开，然后当剧情推动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一直引在荣的身上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何很有可能是凶手。其实今天这个投票啊，我一开始还一直挺怀疑侯海尔，虽然这个从故事来讲是父子关系，但是后来听他们一分析，我确实也觉得他完全没有理由去杀2次人。后来我又开始怀疑勋，但是他在我身边，我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状态，他确实觉得冤枉，但是他又说不出来为什么。当他的记忆被覆盖之后，他完全不记得前面发生了什么。所以我从他的状态上，我也觉得孙悟空不太像。看看最后结果如何。刚才经过一番争辩，只剩我们3个人。勋，对不起。芝麻，开门。盘自动，盘丝大仙。没个坑。好嘞。投给他。
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到底是不是正确。如果一个人可以回到前一天的话，他一定不会同时犯2次错误。如果说第一天是大勋杀死的话，第2天侯孩儿还看见他再杀一遍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成立。侯孩儿也不可能杀2次，所以我也排除他。那我也排除 X， 也就是萨摩老师。我觉得比较有嫌疑的就是何大厨和荣子霞。没想到，在我的产业里发生了这样令人心酸的故事。凶手，你跑不了了。在这里还是想再说一下，假如有一次机会让你回到过去的话，我觉得也不要同时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过好现在的自己，发现自己的错误，及时改正，你永远是一个好同志。我来投票了，因为萨摩王是 X， 所以不是他；因为侯孩儿已经拿到了宝石，所以我也觉得不是他；又不是我，所以就是勋和紫霞。好，是你了，哇！有一种不祥预感。在世間難逃離命運。來，請宣布。明星大侦探第5季第4案，潘斯餐厅中，究竟谁是杀死甄晶晶的凶手呢？现在公开投票结果。首先公开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，获得0票的是，肯定有我俩父子。萨摩王。还有一位玩家获得了0票，另一位玩家他就是不会是我们父子2人？侯孩儿。孩儿啊，不许差点错，咱俩没冤死啊！我还真怀疑过你，我也怀疑过你。请剩下的3位玩家向前一步。凶手可能会赢。来吧，省得你待会儿进笼子不方便，你给我，我帮你拿着，放心的去。票数最高的玩家，估计你可能得冤头了，我估计可能你被冤。你投的是我吗？我没投你，但我觉得你被冤头了。不是何，不是我，退下。在剩下的2位玩家，荣子霞、勋悟空，一对情侣，谁的票数会更高呢？不会是我吧？获得4票的玩家就是荣子霞。就猜到了。好，是你了，哇！请把荣子霞关进笼子。你是不是拿了金条了？6根。勋获得了1票。何获得了2票，我获得2票，就你了。侯，可以简单说下原因吗？不想听，说说吧。不，因为我觉得何他一直在转移，他一直想用他的方法转移到他们2个人的身上，然后他身上有动机没有找到，我觉得是。有道理。奈何明月照沟渠呀！明大密探 OPPO Reno 2真凶揭晓时刻。不详。下面我宣布，各位检举。现在勋和紫霞之间出现了一个纠结的问题，就是在第1个5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我们往外追勋，而勋又没有回来。勋经历过2个5号，大前天，也就是勋的第1个5号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于是这个记忆带到了前天，也就是勋的第2个5号，侯的第1个5号，也就是我们后来都忘记了那个5号。他决定要做一些事情，然后改变他的第1个5号，也就是大前天他看到的事情，同时引发我和荣都往外跑了。
可是呢，这件事情到了昨天这个5号的时候，他忘了，于是一切又如常，大家又都没有出门。我在想到底能发生什么事情引发这样的变量？我的解释是，杀人的一直是荣，然后在勋的第一个5号，也就是大前天，勋目睹了这件事情，于是他在自己的第2个5号，在他有记忆的时候，他要弥补这些，他有可能抢在荣前面做了这件事，同时他还故意暴露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宝石在他身上，他往外跑，后面我跟荣再跑出去，其实我是在追宝石，荣是要追回他。但是到了昨天，也就是真正的5号的时候，我们3个都把这件事情忘了，事情还是一如既往的，还是像荣那样悄悄的把人杀了。我呢，这个人不太可能离开这个客栈，因为这个客栈里有我最心爱的女人，那就是荣紫霞。如果侯孩儿说的是真的的话，我唯一可能自己出去跑的理由，那一定是我爱的人做错了事情。对不起。成功了！你真优秀啊！你看看，其实他没有 bug， 主要是如果投勋的话，这个太明显了。助理送上金条。我有一根，错头也有哈。错头没有吧？错头有吗？错头的没有。错头没有，是吗？给我的给你。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是在案发现场一个麻袋的缝隙里面，有一个带血的紫霞铃铛。案发现场的麻袋缝隙里，紫霞的铃铛那么小，不小。所以你根本不记得那天你为什么往外跑。唯一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说，我第一个5号的时候发现了他杀了人之后，我也是这么判断的，因为我是不可能离开他的，唯一能让我离开的理由就是救他。对。于是你在你记得的第2个5号的时候，你去救他。对。然后呢，到我们昨天经历的那个5号的时候，你把这事给忘了，然后他就依然去杀了人。对。勋。你会等我吗？不会，太狠了！你最后踩我踩的，非常感人啊！感人至深，感人至深。案情高能到手抖，稳定拍摄靠 Reno。感谢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谢谢。抖音越玩越嗨，办案脑洞大开。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谢谢。扭一扭，舔一舔，泡一泡，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。感谢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有百事吗？有百事吗？有百事吗？感谢美食绝配、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谢谢。发现真相，发现更赞的自己。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谢谢。以黑吸黑，卸伪装。更进一步显真相，感谢卸妆黑科技欧莱雅黑魔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今天真的很不容易，辛苦啦！一个感人的故事。大学拜拜，会不会等人家？勋。这样我们走吧，留下他们俩，你陪陪他吧，好不好？缠绵一下。没多长时间了。对。那什么？哇，好感人！做手术的钱老板可以出啊，没事。拜拜。你还记得去年的七夕吗？你真狠，你真杀人！嗨，你说你会爱我1万年。就觉得拥有了月光宝石可以让自己追回过去，然后通过它回到某一天。但是这是假的，世界上不会有重来。比如说我戴上了金箍，我就没法爱你；
但我不带上这个金箍，我又没法保护你。我多希望将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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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某一天有可能回到什么什么，但其实是不可能的。一直以来我就是没有过这种想法。人们都经常用这种两难的境地来形容人生面对选择的时候的无奈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不如每一次在做下一个决定的时候三思而后行。没有100%完美的决定和人生。你想通过某种方式回到过去的话是不可能的，永远不要想通过任何方式想要弥补。爱是一个循环，为了和那个人在一起，他可以牺牲全世界。有的时候你回到那一刻，但是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按照你想象的轨迹去发展，不要让以后后悔。我觉得这个才是自己有可能能做到的。珍惜当下吧，这是你唯一可以掌握和拥有的。你只能够选择去珍惜现在，珍惜当下所有即将发生的事情。里面有人吗？这门怎么打不开啊？你是谁啊？爸爸，爸爸！哇，郝邵文！我叫何刀疤，人如其名，我有一个刀疤。你们冷不冷？冷。我不太冷。破案了，杀手啊！我何刀疤，人狠话不多。长得漂亮是本钱，把钱花得漂亮是本事。你是谁？我是教你们把钱花得漂亮的。Oh my god！ 桂姐，姐，你昨天晚上上夜班了吗？你怎么都没有问我夜班去哪呢？你不是有2把手，你打扫卫生的吗？刷鞋的。请看着我表演。鬼刷刷，鬼刷刷，这熟悉的配方。鬼刷刷，实在是受不了。你把哥哥的牙刷还给我。这是我大哥，我弟。那二哥是谁？被妖怪抓走了。我是撸猫一时爽，一直撸猫一直爽，叫贾三流。腿那么长吗？我记不来，看着。我今天先表扬一个人。来，大哥。打篮球的专家。你真的好棒哦！你画个直线都画得好直哦。果然是直男。我再画个圈儿给你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们怎么都在啊？那谁在里面啊？喂，有没有人啊？哎呀！2019年12月13日，在 M 市以夫利利公寓天台上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死者真保险，还有温度哎！哇！7点让人给约过去了。密室作案手法，好浓的消暑水的味道，有那个漂白粉。这个香为什么没有烧完就停了？高级装置，天台机关，东西给你准备好了。这是有同谋的意思呀。连环杀人案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下一个人要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这个刀疤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们在寻找二哥。你们二哥火化了，然后确实回来了。啊！我会让他永远闭嘴。这张照片极其惊悚。是你杀的人吗？下一个目标是。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。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号，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客户端，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、一点资讯、Zaker 封面新闻，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、讯飞输入法、轻宝宝、中华万年历、造豆果美食、闪萌。感谢网媒支持：中青网、凤凰娱乐、新华网、北青网、环球网、国际在线、中国网、千龙网、粉丝网、中国娱乐网、360娱乐、猫扑娱乐、新浪湖南、大疆网、红网、大众网。高能侦探再度集结。神秘嘉宾，敬请期待《明星大侦探》第5季，每周5中午12点，芒果 TV 全网独播。